100岁老太为家庭付出全部，无怨无悔。在儿孙满堂时被赶出家门，无处可去。孙向北，你敢开门，我就和你离婚。妈，这个月不是我们家养您，您老是这样，这次我不会开门的。妈，你走吧，我这刚处了个对象，你住我这不方便。向红啊，妈对不起你，妈这就去找你。最后被活活冻死在家门口。醒了就好，你说你都当奶奶的人了，怎么还跟小贝计较？文英她也不是故意的，我让她给你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黄老太还没从刚才的死亡中回过神，迷茫地盯着死了2年的老伴。老头子，你来接我了，下面冷吗？没发烧啊，怎么说起胡话了？你这死老头子，有我伺候你舒舒服服的走了，你走后我可遭老鼻子罪了。妈，你干啥呢？你这样可就没意思了。文英刚才也是急晕了头才动的手。黄月娥眨巴了一下眼睛，这才想起来现在是什么时候。前世因为自己工作给了老二，她的好大儿媳祝文英觉得自己家吃了亏了，争论时竟直接打了自己一巴掌。这年代儿媳妇打婆婆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祝文英即便心里不忿，心里也有点慌。对不起。哼，这也不是文英的错啊，你的工作能卖到1000块钱呢，你给了老二，才给我们200块，凭什么啊？我还是老大呢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当初你娶大嫂的时候，妈可给了3转1响，加上200块钱的彩礼呢。我娶媳妇的时候，妈只给了100块。再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些年妈私底下给你们塞钱，零零散散加起来，恐怕都不止1000了吧。孙向东肉眼可见的心虚起来，没用的东西，启琛，二弟你也别怪嫂子说话难听。我当时收了彩礼和东西之后，就给娘家留了100块钱，剩下的可全带回来了。我娘家还给我陪嫁了好几床被子呢。你再看看你媳妇，她带回来什么了？这下算是戳中孙向南的要害。倒霉婆娘，1分钱嫁妆没有，穿了身破衣服就嫁过来了，除了长得好一无是处。那爸妈私底下补贴你们的怎么说？那是给他大孙子的，你要不服气，你让妈给你补出来不就行了？黄月娥像看戏似的看他们吵架，不由自嘲地笑了起来。前世我以为是分拆迁款留下的矛盾，原来这个时候你们就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老孙头等着黄月娥表态，却看到她一会瘪嘴一会笑。完了，不会是被气疯了吧？这可不行啊！他要是疯了，家里不就乱套了？都给我闭嘴！一家人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没看你妈还病着吗？几人停了下来，都看向床上。黄月娥继续躺着，还是一声不吭。老孙子要开始和稀泥了，开始你的表演。今天这是按我说的来，老二的工作还是按原来的给他。不过既然老大家的觉得吃亏了，那我做主补偿老大200块。另外亲家母不是生病了吗？你们家近期有喜事也忙不过来，你妈工作给出去了，在家待着没事干，就过去帮忙吧。老孙头说完，捅了捅黄月娥，示意他把原计划给下乡女儿的200块拿出来。向红的事可以缓缓，先把儿媳妇安抚好，不然大院的人都要看笑话了。黄月娥这才想起，她的向红乖巧懂事的女儿，就是因为彩礼被这个绞家精拿走了，让她死之前都在婆家抬不起头，这仇旧恨加在一起。黄月娥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。老孙子，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我一个当婆婆的去上赶着去亲家母家当牛做马，这种话你也能说出口？我，你觉得这是没问题，你自己去帮忙啊！你把工作让给老二，你也空出来了，刚好去给他住家干活，去伺候他们。老孙头这辈子都没被人反驳过，更何况是在晚辈面前，感觉自己一家之主的威严被侵犯。我他妈真想锤死你！要不是你偏心，家里能吵起来吗？我在外面累死累活的都是为了谁？你连一个家都管不好，你不去谁去？我好歹是机械厂里的小领导，怎么能干这种事？说出去多难听啊！但是你去干就不一样了，说不定还能被再一句热心呢。怎么就不懂事呢？切！妈，反正你把工作给我了，其他的你们爱给谁就给谁，我不在意，毕竟是爸妈你们的东西，我不眼馋。就是啊妈，我和文英都不介意了，你就拿200块钱给我们，二弟有了工作，我们也不吵了，一家人和和美美的不行吗？你去我老丈人家里帮个忙能有多累？你到底在不满意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钱是给你妹子的？我知道啊，那又怎么样？她反正是嫁出去的女儿，跟老二家一样，没嫁妆又不是活不下去，大不了就还几个月再给她也一样啊。乡下人的彩礼就那么点钱，凭什么给她那么多嫁妆？是的吗？向红自己不争气，非要找个泥腿子嫁了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再说了，向红的彩礼也不多啊，你到底能不能给钱啊？黄月娥气得发抖，她虽然不赞成这门婚事，可是她要给200块钱不是为了面子，而是希望向红有事的时候手里有钱，心里就不会慌。好，上个月向红寄来的野货都被你拿到你那该死的娘家去了吧？你还有脸说这话？看我不打死你！若英知道这老太婆最看重孙子，挺着肚子挑衅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要打就往这里来，论打死你孙子！孙向东怕他妈一个不慎碰到他媳妇，立刻挡在面前。孙向东，你果然是老孙家一脉相承的畜生玩意，眼里除了你媳妇，其他人都是你的钱袋子吧？我让你挡！
祝文英气冲冲的又推了黄月娥一下。妈，你干嘛？向东说错了吗？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？你还是亲妈吗？很好，非常好，我不是她亲妈，更不是你亲妈。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敢打婆婆的儿媳妇是什么样的。2岁老太儿孙满堂，现在血液无家可归，被活活冻死在家门口。老娘我重活一世只为自己，定要让你孙家鸡犬不宁，无私奉献，做梦贤妻良母。我他妈真想锤死你！接上集，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敢打婆婆的儿媳妇是什么样的。皇婶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文英姐还怀着孕呢，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能冷静下来说吗？咦，老姐姐，你这脸上的巴掌印。黄老太狰狞着脸，根本不顾及孙家父子以及祝文英的脸面，直接把事情说了出来。我的天哪，这祝家怎么教的孩子？儿媳妇竟然打婆婆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皇婶，这不可能吧？我们知道文英姐作，可再怎么她也不敢打婆婆吧？王家小媳妇你可别不信，你皇婶平时的为人我们可都知道，对咱们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，但她对家里人可掏心掏肺呢。是呢，黄姐对孙家是真没得说。在众人的议论中，黄月娥拖着祝文英一路来到了祝家，任凭老孙头和大儿子劝阻，也不为所动。你们俩谁再劝我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祝文英也从刚开始的抵死嘴硬到后来的苦苦求饶。既然好好对你们，最后还得了那么个下场，还不如现在开始只顾自己活得快活些。江芳如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跌坐在地上的祝文英头皮发麻，她怎么都想不到一向老实巴交的婆婆居然真的把自己拖回了娘家，找她爸妈讨要说法。求您回去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要钱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妈，你想把工作给谁就给谁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眼红了。求求您别闹了，您这样以后我怎么做人啊？还有向东，您不顾及我，也心疼一下你儿子吧。黄月娥冷冷地看了大儿子一眼，用力扯住祝文英的衣角，不让他有逃跑的机会。心疼他这个把自己老娘冻死的白眼狼，我特么后悔当初没一泡尿淹死他。江芳如，你给我滚出来，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。祝家的邻居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。这是怎么了？文英这丫头怎么这副样子？黄大姐，你可不能当个婆婆欺负儿媳啊！这还怀着你好孙孙呢。黄月娥斜眼瞥过去，见大家都兴致勃勃看热闹的样子，就知道他们不是真的关心祝文英，只是太无聊了，凑个热闹看个八卦，顺势往地上一坐。我不活了，儿媳妇要逼死我呀！你们看看我这脸，儿媳妇打婆婆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呀？黄月娥哭得比祝文英真心实意多了，围观的人群顿时沸腾了。老孙头和孙向东两个头似的大啊！你快管管我妈吧！老孙头狠狠瞪了一眼儿子，两个没脑子的，把你妈逼成这样！老婆子，你别闹了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咱们一家人关起门解决就是了。闹得这么大，以后都要被人笑话的。黄月娥抬头看着老孙头，你个混蛋玩意儿，做了一辈子好人，为了个好名声不断逼我付出，最后你倒是痛快的死了，落了个好名声，谁知道背后付出的一直是我。我这辈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嫁给这老孙子半辈子了，一天好日子没过上，被人欺负成这样也只会叫我忍。你们知道他在家说什么？我被打了，他还叫我去伺候亲家母啊！嫁给这种男人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盼头啊？老孙头听完两眼一黑，慌张的解释起来：我没有，是老婆子误解了我的意思，我怎么会说这种话？这也太不是人了。老孙头心率飙升到250，在家里他还没觉得有什么错。女人不都得伺候家里人，只是换个地方换个人伺候就能换得家里安宁，有什么好委屈的？可现在猝不及防的被放到明面上，他就觉得特别羞。如果是其他男人这么说，他一定会怒斥对方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。人总是这样的表里不一，私下做什么事都不觉得自己过分，一旦被外人知道就会觉得羞耻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要了还不行吗？你别闹了。孙向东苦苦恳求着，心里却在埋怨着，今天过后不知道会被多少人笑话，这老太太怎么一点不为我考虑呢？黄月娥可不管那么多，她只想这辈子痛痛快快的活。老婆子我命苦啊！养了个儿子是给儿媳妇养的，亲妈被他媳妇打了屁都不敢放一个，还觉得这是没什么大不了呢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真是个白眼狼！这要是我儿子，我一脚踹死他！我真的裂开了！孙向东的脸又红又黑，他张了张嘴想责备自己老娘，可又不知道说什么，也不敢说什么了，因为黄老太没编造剧情，也没加油添醋，这就是事实。赶来的老二孙向南本想上前劝解，见父亲和大哥都被母亲不留情面的揭穿了真面目，不由得停了下来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一下就看出了母亲对他们的失望，这时候上前去调解，到时候自己也得闹个没脸见人。他低头混在人群里，当自己也是个看热闹的观众。门口吵闹的动静终于惊动了屋内的人。张芳如一脸疑惑地看着坐在地上的亲家母和女儿。哎呦呦，这是怎么了？
还怀着孕呢，怎么坐在地上？向东他吗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吗？妈，外面怎么了？咱家今天还有大事呢。江方如的大儿子祝文飞皱着眉走出来，今天可是他的大日子，他不允许有人闹事儿。没事，你跟雨雪进去，这儿有妈呢。哼，今天是儿子和食品厂副厂长女儿见面的日子，这老太婆竟然闹上门来，真晦气，得赶紧把她打发了才是。这位婆婆每日给儿媳妇洗贴身衣物，儿媳妇不但不感激，还扇婆婆巴掌。婆婆终于不堪忍受，倒打怀孕儿媳妇，到她娘家讨说法。我他真想锤死你！接上集，这婆娘真晦气，我得想办法把她弄走。黄月娥看着走出来的雨雪，眼神中满是同情。这祝文飞可不是个好东西，前世他凭着老丈人的人脉自己开了厂子，风光无限。国企改革后，雨雪爸下岗，他就在外面包女人生儿子，还堂而皇之的带着人回家要雨雪伺候。雨雪闹他就打，打到后面愣是浑身没一块好肉。不行，我得救这姑娘脱离苦海。江芳如，你教的好女儿，现在打婆婆，以后是不是要杀婆婆了？江芳如心虚，这蠢货连表面功夫都不做，我这一身本事他是一点都没得到真传。哼，向东他吗？说话要讲证据的。我女儿清清白白嫁到你们家，以前在我住家做女儿的时候，可从没人说她不尊敬长辈。别不是你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好好的大闺女在你们家受了欺负，气急了才跟你发生了冲突。你不等黄月娥发飙，就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邻居起哄。江婶，文英姐之前还骂过她奶奶老不死呢。对呀，这我也听到过。人群里立马有人附和道：哎，你们别说，这黄婶子虽说对外人不太友善，但是对自家人那可是好的不得了的，就连祝文英的贴心衣物都是她亲自洗的呢。我的天哪，这种东西都让婆婆洗，祝文英不怕天打雷劈啊？祖传的呗，那江芳如以前也经常骂她婆婆呢。江芳如没想到这些邻居这么不给她面子，脸一下子就黑了。哎呀，你们都在胡说八道什么？眼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老猪头也不好意思躲着不出来了，小跑过来就要把黄月娥从地上拉起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亲家母，文英妈不会说话，你多担待。地上凉，赶紧起来进屋说话。老孙头还有女婿，你们都进屋。那位是你们家老二吧？别在后面了，都进去喝杯热茶。几人推推搡搡的被老猪头推进了院内。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等我家文飞结婚，到时候再来我家吃糖凑热闹。进了院子后，老猪头脸色一变。亲家母，到底什么事情你这兴师动众的？有什么话不能找个时间私下说吗？找时间？我哪里敢等啊！再等下去我就要死在你闺女手上了。老猪头看向自己女儿，发现她低着头不吭声，就知道打婆婆这件事是真的。哎呀，亲家母啊，这件事……向东吗？就算这件事情是真的，那确实是我们文英做的不对，我代她跟你道个歉。江芳如打断老猪头，她已经发现雨雪的神情不对劲了，只想着赶紧把黄月娥打发走。黄月娥知道江芳如的心思，索性不装了，转身对着雨雪说道：姑娘，你是跟祝文飞这孩子处对象呢？这眼光可真不怎么样啊。你也看到了他们家的家教，小辈打长辈，他妈妈就这么轻飘飘的算是解决了，以后你要是嫁进来了，可就不好说了。死老太婆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呦，你看看，我就说了句公道话，你这对象恨不得杀了我，这眼神啊，跟我儿媳妇打我的样子一模一样，这别不是会家暴吧？雨雪看到祝文飞凶狠的眼神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那个，我觉得今天不太适合谈事情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他像是后面有饿狼在追跑的飞快，一眨眼就没影了。眼看到手的鸭子，哦不，到手的老婆就要飞了。祝文飞大怒：你个死老太婆，今天我打不死你！文飞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今天你把这老太婆打伤，雨雪跟你就真的不可能了。孙向东，本来我以为你是个好的，把文英交到你手上也算是放心了，可没想到你居然让你亲妈这么欺负我女儿，她还怀着你的种呢，到底有多大的球，非要这时候搓磨她？哎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文英，对不起你，我现在就把我妈拉走。孙向东，我养条狗还知道对我摇尾巴吗？为你转头就卖我。黄月娥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是不是非要把我家搞得鸡飞狗跳你才满意？实在不行就让他们离婚。祝文英在婆家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，如果离了婚，别家绝对不会有这么好的日子。孙向东则是觉得离婚会被别人笑死。江芳如当然知道不能离婚，只是想用离婚威胁黄月娥。祝文英见到母亲给自己使眼色，立刻懂了意思。孙向东，你妈这么欺负我，我还有什么脸面？今天就去离婚，马上去。妈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把你儿子搞离婚，你高兴了吧？切，老孙头也急了。老婆子别闹了，咱回家再说。死老头又要和稀泥。老孙头瞬间就被打懵了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这个泼妇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切，行啊，离婚就离婚，谁不离谁是狗。哎呦我的妈！
院子里4个男女大打出手，丝毫不顾及旁边还站着一位孕妇。没过一会，孕妇被一个男人按头下跪，究竟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泯灭？接上集。就算离婚，老娘今天也要把祝文英送进局子里。你能不能讲讲理？不就挨了一嘴巴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不也就是打你一下吗？你怎么要死要活的跟我离婚？我是你男人，能一样？你是男人你就高贵了。亲家母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男人就是女人的天，出嫁从夫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男人呢？江芳如一边煽风点火地说道：“你瞧瞧，别人家的媳妇多温柔，多贤惠。你要是再不老实，我就照着你二弟打你二弟妹的样子，一天3顿，顿顿不落的打你。”眼见两人要打起来，陈向南急忙将两人分开。爸妈，先解决大哥大嫂的事情啊！老猪头在一旁见到他们内讧，心里别提多兴奋了。向东妈，离婚这事可不能随便说呀，听我一句劝，好好道个歉，日子还得继续过呢。黄月娥本就生着气，一听这话，开始了无差别攻击。你装什么好人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新华院刘寡妇的事情，再瞎嚷嚷我告你乱搞男女关系。江芳如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家头上了，立刻哭骂起来。好你个姓祝的，我在家里差点累出病，你倒是潇洒自在，说你跟那个刘寡妇到底什么关系？于是刚刚还和睦的两夫妻，这会儿也拽着头发打了起来。黄月娥翘着嘴角，学着江芳如的语气：“男人就是女人的天，在我家里，男人都是被我伺候的舒舒服服的，怎么能打自己的天呢？你个臭婆娘，闭嘴！”祝文英见自己亲爸亲妈打上了，哭得更厉害了。爸妈别打了，肯定是我婆婆胡说的。爸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，竟然还造谣！黄月娥一听这话不乐意了，这件事要是我造谣，就让我黄月娥天打雷劈！嘿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家子没一个好货色。祝文英这下忍不住了，冲过去就想跟黄月娥干仗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儿媳妇杀婆婆了！还在外边没有散开的邻居们，本来听着祝家的动静就恨不得冲进去吃瓜，现在见门打开了，祝文英凶神恶煞的举着拳头。这祝文英她是真的敢打婆婆啊！几人赶忙拦住祝文英。黄月娥也在邻居们的劝慰下，哭哭啼啼的给大家讲解屋里的事。正要说到老猪头跟刘寡妇偷情的时候，祝文英大吼一声，将他的话打断。随后，他直接冲进了屋内，端了盆水，直接泼到打得正欢的亲爹妈身上。你个死丫头！江芳如抹着脸上的水，正要破口大骂。看到外面的场景，顿时冷静下来。于是哭青青的黄月娥又被扯了进去。你们到底想怎样？向东，你真的不想跟文英过了？爸妈，我肯定想跟文英好好过日子的，我马上拉着我妈走。黄月娥被儿子和老公死死抓着，哪怕在死命挣扎也无济于事。见他们都铁了心要自己回家，她也不白费力气，轻飘飘说道：“今天你要是把我拉回家了，明天我就去你们单位找领导，一个个找过去。别说你是我亲儿子，哪怕是你爹、你丈母娘、你老丈人，你们的单位我都要去闹一闹，我看你们以后怎么升职。今天不让我出了这口恶气，以后大家都别想好过了。”劝也劝不动，骂也骂不走，动手他也不怕。众人这才觉得犯了难。江芳如把一切怪到了女儿身上。文英，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居然跟长辈动手，还不快点跟你婆婆道歉？你婆婆要是不原谅你，你也别叫我妈了。祝文英傻眼了，妈是你教我的，要把婆婆拿捏住才有好日子过。你之前不也打奶奶吗？凭什么到我了就要道歉？我又没错，是她自己偏心，被打也是她活该。拿捏婆婆，江芳如你可真是个好样的。黄月娥径直往外走，江芳如刚刚想让黄月娥赶紧滚，这回却死死拉住了她的手。她要是走了，他们家就全完了。亲家母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怎么会这样教孩子呢？这样好了，这件事你想怎么解决，咱们就怎么解决。文英这孩子被我教坏了，以后你来教，愿打愿骂，我绝无二话。祝文飞看着自己家里满地的狼藉，知道他们今天要是不把黄老太哄好，他的对象肯定要废，而且以后说不定再也找不到好的人家了。他压着姐姐的头硬要她给黄月娥磕头认错。祝文英见自己家人都不帮自己，也知道了，如果她今日不把婆婆哄好，那这娘家以后也是回不来了。对不起，妈，我错了。黄月娥眼疾脚快跳到一旁，不敢不敢，谁敢当你妈呀？我可受不起。祝老头眼看黄月娥又言不尽，出声道：“向东妈，你想怎么解决文英这个事情？只要你说，我们家拼了命的也会做到的。”老猪头实在是心累啊，身上还疼着呢。那死婆子可真是下了死手啊！这样吧，既然你们养出来的好女儿害得我们家宅不宁，我也不多要800块。还有，以后你们不许再插手我家的事。800块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祝文英一改刚刚萎靡的样子，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，看着就像能跟黄老太决战800回合。怎么觉得我狮子大开口？这些年我补贴给你家的算上票钱，至少是这个数的3倍。这800块真不多。对了，那自行车还是你用我的车票补贴给你娘家的。算了，既然说不拢，那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大家都是体面人，就是不知道过了今天还体面不体面了。黄月娥推开江芳如的手就要往外走，
尽管他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，可所有人都听出来了，这是要鱼死网破了。老猪头急得把傅文英推到一旁，指着鼻子大骂：要不是你哥惹事精，怎么会闹成这样？再不闭嘴，以后就别回来了。向东妈，这800块我们实在拿不出来，你看能不能少点？黄老太盯着窗外树上的麻雀不吱声。要不400块，现在就给你，成不？咱们2家也是亲戚，你看文英还怀着你们老孙家的孩子呢。切，你也说了，那孩子是老孙家的，又不是我的。一旁的向东都快急疯了。我老丈人都这么说了，妈为什么还不同意？800块，为什么非要800块啊？突然，他想起隔壁王婶说，纺织厂有个女工卖工作，那工作就是要800块。工作，女的，孙向红。妈要把孙向红弄成你来。妈，你逼得我差点离婚，就是为了孙向红。男人是国企小领导，一家人却过得抠抠搜搜，甚至为了200块大打出手。我觉得我没错，她一个寡妇带2个孩子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只是偶尔接济一下，怎么了？我这是在做好事，有错吗？接上急，妈，你问我老丈人要这么多钱，是不是想给孙向红买工作？您就是为了个工作，差点逼我和文英离婚。怎么？你们不也是为了个工作逼我拿钱补偿你们吗？我跟你们学的呀。孙向东被噎住了，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对。妈，你是不是脑袋坏掉了？孙向红都下乡那么多年了，他不就是个赔钱货吗？你要知道，你老了是要靠我们几个儿子媳妇的。一提这个，黄月娥气得浑身发抖，仿佛又体会到了被冻死时的滋味。孙向红给不给我养老，我确实不知道，但是你们3兄弟这个样子，真的指望你们养老，我才是脑袋坏掉了。孙向东懵了，孙向南也慌了，毕竟黄老太把他也骂进去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孝顺你和我爸，我跟我哥可不一样。看着毫无心理负担拉踩亲哥的老二，黄老太嘴巴依然不饶人。就你，我被打的时候，你看热闹看得起劲；我被人议论的时候，你也一声不吭。你除了哄我要钱要工作，你还能干嘛？我要是真指望你，我还不如现在就去跳河。妈，我不是这种人。那你先把上个月借走的100块钱还了。他哪有钱？钱都给厮混的仨买营养品养开了。反正你拿钱给向红买工作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祝文英此时也反应过来了，一个早就被你放弃的孩子，现在当什么好妈妈？你们的钱以后可都是要留给我们几个的，一个赔钱货也想来分钱，做梦！爱同意不同意，总之这个钱你亲爹妈不给，咱们就去厂领导那件。老猪头气啊！这丫头肯定随了他妈，认不清形势，一点脑子都不长。亲家母，我们家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你们给祝文飞娶媳妇的钱，先拿出来用用呗，反正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娶上了。祝文飞一听急了啊！这笔钱可不能动啊！于雪现在态度不明，我们家要是连娶媳妇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我怎么去哄她？老猪头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，可黄老太这一关必须过。祝文飞把矛头指向祝文英，事情是你惹出来的，我看这个钱就该你出。你老婆婆凭什么是我们家出钱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别有事没事就回娘家。我拿东西拿钱回来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乐得跟屁瓜子一样，这时候怪起我来了。再说了，我干的事不都是按妈的叫成来的，你们凭什么要我出钱？江芳如的脸黑得跟锅底似的，这女儿是真的不能要了，连亲妈都坑。不过说起工作，江芳如心思活泛起来。向东妈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告诉你一个关于工作的内部消息，抵400块钱行不行？说来听听，不是好工作可抵不了。你放心，绝对是好工作，是与雪那孩子说的。供销社要招3个售货员，要高中毕业的女生。我记得你家向红就是高中生吧？王老太眼睛一亮，这个工作确实比王老太那个纺织厂的工作好多了，又体面又没那么累。行，那就400块钱。老猪头松了口气，再闹下去，他们家以后真的没脸见人了。江芳如把祝文英拉到了一旁，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，就看到祝文英不情不愿的也掏了钱。得，还是我自己的钱。向东妈，这是400块钱，你买点好吃的，买点营养品。我们没教好女儿，让你费心了。早这么干不就好了？闹得我都饿了。走了，一家子小气巴拉的，到你们家连口茶都喝不上。老孙头和孙向南捂着脸跟在后面，面对邻居们的提问，黄月娥一句话都没说，毕竟拿了人家钱，还是要有点职业道德的。至于他们怎么想，他可不管，反正他那几个儿子和娶的儿媳妇都不是好东西，毕竟但凡有些人性的，是不会在大冬天把一个老人关在门外的。那个冬天真冷啊！回到家刚进屋，老三就黑着脸嚷嚷起来：妈，你们都去哪里了？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连钱都不给我留，你是不是想饿死我？前几天不是给过你钱了，才过了几天你就用完了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在长身体，吃得多，钱当然花得快啊。3天就吃了10块，我们一家人1礼拜的菜钱也就10块钱，你吃龙肉了，这么会花？哎呀，妈你烦不烦啊？给我钱，我们学校要买资料。又要买资料？你们学校什么资料这么多？孙向北一脚踢开书包，我怎么知道？老师要的，你到底给不给？不给我就不上了。给，怎么能不给？明天我去学校找你们老师，当面给。孙向北一下子就心虚了，
妈，你要是去找老师，以后他们怎么看我，我还怎么学习啊？我就算不去找，你这成绩也稀烂。以前你姐上学1个学期就几块钱学杂费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她照样名列前茅。哎呀，她就算成绩再好有什么用？迟早是要嫁人的赔钱货，所以你才匆匆让她下乡。她凭什么跟我比？我有这么多儿子，凭什么非要培养你？你到底给不给我钱？不给。我恨你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老孙头默默地盯着小儿子，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吱声。转过头就发现黄月娥死死盯着他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好像没在惹你吧？以后你的工资1分不少都给我上交。不行，我也要花钱的，都已经给你一半了，你还不知足？你要花什么钱？做衣服都是我出钱扯布给你缝的，1日3餐都是我买菜做的，家里人生病也是我出钱治的，跟亲戚朋友的人情往来也是我拿钱。你说说你那一半的钱花在了哪了？我存着还不行吗？存哪里了？存多少了？老孙头的脑袋不自觉地低了下来，他哪有钱啊？钱都花了。是不是存在黄寡妇手里了呀？我看她做了身新衣服，那花色那质量，我这辈子还没穿过呢。听到这儿，老孙头有些愧疚了，可转念一想，黄寡妇也可怜啊。她一个寡妇带2个孩子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只是偶尔接济一下，怎么了？我这是在做好事，有错吗？他要是真活不下去了，会有钱扯好不做衣服。他那2个儿子穿的比咱们家有4个工人的孩子穿的还好。你觉得以他赚的钱和你补贴的钱，他们能买得起？老孙头傻乎乎摇了摇头。他这么有钱？被这么一说，他也觉得不对劲了。他是挣不到这么多钱，但是多几个你这样的冤大头不就有钱了？或者多几个图他点什么的男人。我真的跟他没什么，孙子都有了。再说了，就算有那心，我也不可能乱搞啊。现在正是我升职的关键期，我是什么人，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吗？所以你把工资都上交，那我总要请厂里的人吃饭什么的吧？那就提前跟我说，我给你拿钱。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搞定了老孙头，闹了一天的黄月娥做饭去了。上辈子抠抠搜搜钱都进了这群白眼狼口袋，重来一辈子我可得对自己好一点。孙向南和老孙头老老实实的坐椅子上等饭，等到的却是2手空空的黄老太。妈，我的饭呢？对呀，我们的饭呢？你们的饭问我干嘛？老婆子，你刚不是去做饭了？饭不要钱了，没交钱我怎么给你们做饭？妈，我可是你亲儿子啊，你不疼我了吗？你可是我最爱的妈妈。黄老太恶心了一下，上辈子她最爱听老二的甜言蜜语，可是现在她打心里觉得恶心。都是一家人，就别计较了吧。老孙头不敢说了，他有预感，再说下去会被打。现在他脸还疼呢，正说着话，老大回来了。你可真是我亲妈！怎么？你看你这是闹的，我以后怎么出去见人？你们也知道这是不光彩呀，敢做还怕被人说？算了，妈，我不想说了，你给我盛个饭吧，我们都快饿死了。没你们的饭。孙向南说起了刚刚的事情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是不是想把我们都赶出去？你要是这样想也不是不可以。祝文英回屋里转了一圈，没找到儿子。爸妈，老袁呢？你自己儿子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亲孙子你都不管了，那可是你老孙家的种。不管了，再管下去，谁知道会不会被我孙子他妈再扇一巴掌？再说了，那是老孙家的种，我又不姓孙。老孙头想说话，被黄老太瞪得憋了回去。妈，你说吧，要给多少钱？按人头，每人每月5块。妈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我还没问你们算租房费呢，免费让你们住了这么多年房子。这世上哪儿有你这样的妈？陈向东还想掰扯，被陈向南捂住了嘴。他怕大哥再说下去，他妈真的要给他们算房租和一些乱七八糟的钱了。妈，要不咱再商量一下？商量免谈。对了，我的工作不会给你的，你自己想办法。这下踩在了陈向南的红线上，他还指望着正式工的工资给外面的女人养胎，好给自己生个大胖小子呢。妈，我哪里惹到你了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都结婚了，也轮不到你下乡，给你还不如我自己留着，每个月的钱还多一点。可是我一个大男人就一个临时工的工作，说出去也不好听啊。再说了，我还有家要养呢。把啃老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，你也算个男人，你养过你媳妇你闺女，不都是我在养吗？你一个大男人比我高比我壮，自己不努力，天天琢磨着你妈我的工作，这就好听了。孙向南知道放狠话没用，软下口气，笑嘻嘻地说道：妈，你也说了我年轻力壮，所以我升职快啊。再说了，你把工作给我之后，我不是给你交家用吗？这样你既有钱，又能在家休息享福，一举3得啊。你这饼我怕吃了把自己噎死。孙向南见亲妈软硬不吃，恼羞成怒。妈，你如果不把工作给我，等你跟爸老了，我也不会来看你们一眼的。啊！老孙头这下有些坐不住了。老婆子，要不你就把工作给他吧，咱们拼命赚钱一辈子，不就是图个儿女孝顺吗？死老头子，你想做好爹就拿自己工作做，别死盯着我的。等我老了，我有退休金，
不用低三下四的跟这些白眼狼要，这才是痛快日子。要是我真把工作让给他了，他现在嘴上说的好听，以后指不定还嫌弃我没用呢。你这话说的，这是咱们亲儿子，哪里会做出这样混账的事情？对啊妈，我不是这种人。上辈子你就是这种人，我吃过一次亏，指定不可能再吃第二次了。你要是想要我工作，除非我死了，一个大男人连老婆都养不起，还好意思跟我叫？交不起就去接点别的活，去扛大包扛煤气罐，哪怕去要饭都行啊。妈，我可是高中生，我不要面子的嘛，被朋友知道了还不得被笑死？5块钱唧唧歪歪的，你就不怕我笑你？不交钱就滚出去！哼！孙向南刚出门，祝文英抱着孩子从外面走进来。孙向东，你站在这儿干嘛呢？是不是想饿死我们母子？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，也不知道随了谁。孙向东还没说话，只觉得眼前一阵妖风吹过。老孙头无语了，你说这老婆子疯了吧？打孩子妈还知道先捂住孩子眼睛。祝文英把孩子往地上一放，嗷嗷叫着就要和黄月娥拼命，再给他一个常年做放东西，没几下就被常年干活的黄老太压在地上暴走。傻玩意，明明打不过我也骂不过我，非要来撩我的火。妈，你别打了。黄老太被儿子抓住了手臂，被祝文英胡乱的打法扇到了脸。孙卫国，你是不是死人了？就这么看着你儿子帮儿媳打他亲吗？老孙头本想置之事外，闻言只能假模假样的站了起来，看起来有些焦急的来回跑，却连碰他们一下都不碰。黄老太气得一把薅住孙向东的头发，将人摔在祝文英身上，随后左右开弓，将两人打得不成样子。老孙头见儿子被打成这样，心疼坏了，这才抓住了黄老太的手。好你个孙卫国，老娘今天就要把你们老孙家的人打一遍！屋里传来一阵阵的惨叫声，邻居们站在门口也不敢进去。老孙、月娥，你们没事吧？好你个孙卫国，儿媳妇打我你不管，我打儿子你心疼了，老娘今天就要把你们老孙家的人打一遍！老孙、月娥，你们没事吧？黄老太没想那么多，听到人敲门就跑过去开门。老孙头和孙向东顶着被扇肿的脸不敢吱声，两个大老爷们被一个老娘们打成这样，说出去那得被人笑死。祝文英也老实了，这死老太婆，我们3个使劲反抗都被打成这样，果然她以前都是装的。门一打开，严老太冲进院子，拉着黄月娥仔细检查了一番。还好还好，月娥啊，刚刚那个声音可真是吓坏我们了。我没事儿。老孙你给我出来，月娥对你们掏心掏肺，你们欺负她就是丧良心。老孙头见躲不过，拉着儿子儿媳走出屋子，他心里委屈，要让邻居们帮忙主持公道。我操，这仨货打仗去了！黄老太心里一咯噔，坏了，以后我要背上凶恶的名声了。文印啊，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把你男人打成这样啊！还有你公公，早上刚打了你婆婆，下午就打你公公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！祝文英用她那双只剩下眼缝的眼睛看向尹老太，她想解释，可一张嘴就扯到肿起来的脸，疼得她龇牙咧嘴的，那副样子更像是威胁尹老太似的。尹老太更生气了。祝文英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是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你公公婆婆好歹也算是长辈，哪怕有时候你们有点矛盾也不能打人啊。再说了，你婆婆对你还不够好吗？谁家婆婆能做到跟你婆婆一样的程度？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黄月娥本来是有些心虚的，可听到尹老太一如既往的帮着她，又想到自己悲惨的前世，心里充满了委屈。是啊，前世我对他们这么好，他们怎么可以那样对我？尹老太的话，流泪的黄月娥，旁边的邻居简直是醍醐灌顶。文英嫂子，你也太过分了！黄婶子多好的人，你居然还打她！这回黄婶子忍不了了，跟你亲爸妈告状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开心，但是也不能把气撒在向东哥和孙叔身上啊！可是他这文英也被打得很惨啊，他们似乎吧，2个大男人估计不好意思跟女人动手，不然怎么可能被打成这样？肯定是被打得不得不还手了。娶到这种媳妇，孙家真是倒了大霉了。月娥，你别哭了，以后要是受了委屈就来找我。是啊，黄婶子，以后祝文英再不做人，你告诉我，我跟他一个车间的，我去告诉厂里领导，咱们厂可不能要这么一个恶毒的人。祝文英见大家一致认为是自己打人，气得连抱孩子的气力都加大了几分。妈妈痛，我痛。祝文英，你这个毒妇，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下手，你是不是人了？不是我打的，是他打我们，你们不信就问向东啊，还有我公公。孙向东艰难地点了点头，老孙头则低着头没任何表示。这下众人开始鄙视起孙向东。你媳妇都这么打你爹妈了，你这个做儿子的居然还是非不分的帮着媳妇，这都往那成什么样了？唉，向东啊，你吗？他不容易啊，你对他好一点吧，他心里可苦着呢。哎呀，妈，你倒是说话啊！黄月娥沉浸在上辈子的委屈中，哭得不能自拔。听到这声，妈抖了一下，是我打的，我打的他们。因为哭得厉害，她说话的时候甚至打了个哭嗝，所有人都不出声了，一脸嫌弃地盯着孙向东。他们觉得黄老太这是被儿子威胁了。听到亲妈承认后，
孙向东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他根本没看到众人的表情，他肿起的眼睛让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观察别人。文英，我们回屋里躺躺吧，身上太疼了。接着又没好气地对黄老太说道：妈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儿子，就给我们拿点药，后面几天我们可上不了班了，都是你害的，不知道你发什么疯。他扔下这句话就扶着媳妇回去了，留下可怜的老孙头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想些什么。气死我了！老孙这儿子白生了，眼里只有媳妇儿子，爹妈是一点都不顾啊！邻居们自顾自地骂着，看到黄老太从屋里拿了瓶红花油出来，纷纷感叹老孙头上辈子做了多少好事，这辈子才能娶到这么个好媳妇。你们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老孙头年纪大了，万一伤势重了还要去医院，不划算。这时吃饱的孙向南回来了。妈，春苗和玲玲一整天都不在家，去哪儿了？哟，大孝子好丈夫好爸爸终于想起老婆孩子跟亲妈了。英婶，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？一大早就去娘家了，你那老丈人家估计有活要干，前几天就过来叫人了。孙向南的脸一黑，他把玲玲也带去了。是呀，我也劝了，他那娘家活那么多，又累又脏的，把孩子带去干什么？可是没人听我的。哼，我去把孩子带回来。站住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虽然他因为前世的事情心寒，但是他还是改不掉心疼孩子的性格。两人推着自行车刚出门，就看到董春苗抱着软趴趴的玲玲回来了。玲玲，孙向南上前一步想接过孩子，却被董春苗避开。玲玲睡着了，还是别叫醒她了吧，我把她放在床上就行了。孙向南信以为真不再说话，却听到黄老太的惊呼：这孩子的手怎么冰冰凉凉的？这孩子的手怎么冰冰凉凉的？董春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应该在乡下玩累了，睡了一路，可能着凉了。孙向南轻轻拍了下玲玲的脸，玲玲醒醒，到家了。孩子没有丝毫反应，一把玲玲抱了过来。玲玲，这是你说的睡着了？我看玲玲像是昏迷了，赶紧送医院吧。你这老婆嘴里没一句实话，是不是真要看玲玲死了才好？黄月娥打断孙向南的话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急忙抱着孩子去医院。幸好来得及时，孩子头部被钝器打伤，你刚才也看到了，流血头发都结块了。孙向南阴沉着脸，他无数次后悔娶了这婆娘，为什么当初只看她漂亮，干活又勤快，连他家都不打听，一下就匆忙定下了婚事。董春苗也是个奇葩，自家的家务活一点不顾，一有时间就去娘家帮忙。孙向南外快赚了点钱，让他给女儿买点好吃的，转头那钱就到了他娘家妈手里。女儿穿的衣服脏了他不管，转眼就用他妈给女儿的布料给娘家侄子做新衣服。此刻他站在病床旁怕得不行，不是因为病床上的亲生女儿，而是担心孙向南会不会跑到他娘家打他弟弟。都怪这死闺女，把糖给我大侄子不就行了，挨打还得连累我。春苗啊，千万不能把事情闹大，不然你侄子小年纪就要被人说是杀人犯了，以后还怎么做人啊？对，给你2个苹果，你赶紧带着这赔钱货回家。董春苗觉得他妈说的对，女娃就是赔钱货。看着黄月娥拿来的老母鸡汤，她心疼了一下。她一个女娃娃哪配吃这东西，还不如把钱给我，我还能给侄子们买点好肉好零食，到时候妈肯定会狠狠夸我，多有面子啊。哼，妈你先看着玲玲，我找他们算账去。董春苗听到这话吓坏了，不能去啊，他们年纪小不懂事，就别因为这点小事跟他们计较了。哼，小事，我女儿的命在你眼里是小事，你那2个侄子都快上小学的年纪了，玲玲比他们还小呢。再说了，小孩不懂事，大人也不懂事嘛。董春苗死死抱着孙向南，男孩子懂事晚。再说了，要是玲玲懂事点把吃的给他们怎么会打人啊？你的意思还是玲玲的错了？对啊，农村5岁的丫头都会去山上捡柴火了，就玲玲天天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干，吃的比谁都多，天生就是个赔钱货。孙向南忍了又忍才没动手，一甩手离开了病房。不要啊！董春苗追出来拉住了他的手臂。向南你别生气，我一定会努力给你生个儿子的，还有玲玲她会很快出院的，绝不会浪费钱的。董春苗眼里挂着泪水，死死抓着孙向南，怕他真去他娘家找麻烦。病房外听到这话的人鄙夷地看着孙向南，小同志啦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妇女也能顶半边天啦。孩子生病了就不要怕浪费钱，女儿要是好好培养，以后也能更好的孝敬你们，不是？是啊，女儿可比儿子会心疼人呢。我嫁出去的女儿还经常来看我们，反而是我那个儿子就过年才能见一面，有的儿子真的不如女儿啊。孙向南知道他们误会了，脸色铁青，正要解释，董春苗反倒不悦地反驳起来：你们懂什么？女儿都是赔钱货，养那么好干什么？以后收笔彩礼嫁出去就行了，儿子是传宗接代的，那才是自家人。一个丫头片子还住院，真是浪费钱。有那点钱，我还不如给我娘家侄子买点好吃的，不就是脑袋砸了个口子，也不知道我婆婆紧张个什么，又死不了，非要送医院来，还给她买鸡汤喝。她一个女娃配喝这些好东西吗？众人被他这骇人的话惊住了。董春苗见没人出声，以为是自己说对了，更加洋洋得意起来。
我家这死丫头竟然不愿意把吃的让给我侄子们吃，还跟他们动手，被砸了脑袋也是她活该，明明是她的错，我男人非要找我娘家人算账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刚刚第一个开口指责孙向南的大娘，此时脸上有些不好意思。小同志不好意思啊，误会你了，我还以为是你重男轻女呢。唉，摊上这么个媳妇，感觉你这辈子都不安宁了。第一次见到这种人，不疼自己亲生的，反而疼别人的孩子。她自己也是女人啊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所以啊，找媳妇不能光看外表，指不定是个傻子呢。你说谁傻子？自古以来闺女都是赔钱货，我对我侄子好怎么了？趁着董春苗跟人吵嘴，孙向南偷溜走了。趁着夜色，他来到了乡下岳父家，一脚踹进院子大门。姓董的都给我滚出来！妈，我去厕所，你打我干嘛？哎呀，打顺手了 ，sorry。接上集。让你们欺负我女儿，老子今天要把你们董家人打个遍！暴怒之下的孙向南，董家男人只有挨揍的份，女人们护着孩子不敢靠近，生怕被波及。向南别打了，我求求你别打了！在医院反应过来的董春苗赶到了，抓着孙向南的手苦苦哀求：“春苗，你真是个废物，那点小事都办不好，害你哥挨打，这医药费得你来出。”董春苗这货竟真觉得不好意思，弯着腰道歉，还从口袋里拿出钱。嘿，我看谁敢接！董春苗见他们连钱都不要，更伤心了。向南，咱不闹了好不好？咱回家，我好好伺候你。我不闹也行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，我一定答应。你发誓以后不再给娘家1分钱的好处，再也不帮你娘家干活，不然董家就断子绝孙。凭什么？这可是我娘家，我怎么可以不帮？别打了，董春苗，你这个害人精，带着你男人快滚啊！董春苗想去拦，却被孙向南一脚踢开。春苗，你发誓啊！你再不发誓，你二哥就要被打死了。我可怜的老二哟！好，向南你别打了，我发誓。孙向南停手，径直往外走。董春苗看着地上哀嚎的哥哥，想去安慰，却被亲妈推开。你滚，以后不要来家里了。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家断子绝孙？董春苗心里苦。我是为了二哥才发誓的啊！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我是没有娘家的女人了，被欺负了都没处申冤啊！赶紧走，真是个扫把星！第二天天微亮，孙向南带着董春苗回到医院。回来了，医生说能出院了，回家好好养着吧。谢谢吧，您辛苦了。几人刚走到医院门口，董春苗突然抢过玲玲，就放在地上大骂：“都怪你这个赔钱货，害我有娘家都不能回，你舒舒服服的在医院躺了1晚上，我哥哥挨揍还得自己花钱上医院，你就是克我的事吧？以后有你好受的。”他看自己女儿的眼神不像是看亲生孩子，反而像是杀父仇人一样。黄老太的眼神也冷了下来。话说自从在家打了老大2口子和那个糟老头后，就感觉发现了新大陆，整个人像是通透了一般，连几10年不调的月经都规律了，从来没有这么爽快过。昨天董春苗当着他的面骂孙女是赔钱货，他就有些手痒了。只是昨天打了1天，心累身也累，又担心孙女的身体，一时半刻没顾得上她。现在董春苗还要逞凶，恢复1夜的黄老太忍不了了。孙向南就这么看着他妈像个小炮弹似的冲了过去，转眼间就把他媳妇打得嗷嗷叫，他妈媳妇的嘴立刻闭上了。他突然就意识到，昨晚自己无师自通打人的手法是遗传了谁？哎呦，这怎么打上了？哎，这不是昨晚上那个重男轻女的小媳妇吗？这是被她婆婆打了吧？昨天那个话很多的大娘又吃上了新鲜瓜，围观的众人本来还在指指点点黄老太的，现在一听这里面还有事，立刻围住大娘问起来。大娘也不藏着掖着，把昨晚的事情生动的说了起来。天啊，竟然有这种当妈妈的！我看她婆婆打的还是太轻了，活该！这么喜欢跑娘家结什么婚？在娘家做一辈子老姑娘不就行了？说不定她就想做一辈子老姑娘，给她娘家当牛做马呢。是她娘家不愿意，要卖掉她换高彩礼，指不定结婚的时候1分陪嫁都不给呢。孙向南闻言一愣，有这么明显吗？因为这是他被大嫂嘲笑了好多年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。哼，你就活该被打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？你在外头那些破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孙向南懵逼了，妈，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现在说的不是董春苗的事吗？难道我在外头招人女人被发现了？到了家门口，正好撞见尹老太。月月，刚刚去邮局看到了你的包裹，好大一包呢，是不是向红那孩子又寄东西来了？赶紧去拿吧。黄月娥把玲玲往孙向南怀中一放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没一会儿，她扛着老大一个包裹回来了。你说向红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哪里能弄到这么多东西？别不是跟人好上了吧？呸！你们才跟人好上了吗？自己没本事就知道东家长西家短的，也没看你少吃我家向红寄过来的枣子。走进院子，看到老孙头在晒被子，直接来了个问候大笔兜。你是不是有病？
你是不是聋了？向红被人背后说闲话也不管，他怎么会有你这么窝囊的爹？孙向南哄睡女儿，把董春苗拉出房间，撞上气头上的黄月娥。妈，向红这次记得什么？一天天的就盯着这些东西看，你妹妹在乡下受苦呢，你的心让狗吃了。发现老大一家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在睡，直接跑过去看。全家除了孩子，每个人都被骂了一顿。众人低眉顺眼的坐在凳子上，不敢跟黄月娥对上眼。我要下乡接向红回来。他都要结婚了，你还接他回来干什么？准备结婚又不是已经结婚了，那男的什么样子，什么条件我们都不知道，万一是个烂人呢？那也是他自己选的，好的坏的都他自己承受。既然准备结婚了，还回什么城？还不如把工作消息卖掉，我们还能挣点钱。那是你亲妹子，你说的是人话。妈，你怎么动不动就打人？向东说的也没错啊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你这泼出来的谁怎么就能回娘家？哎呀，老婆子你别那么暴躁嘛，做事情得考虑的全面一点不是吗？你去那边得跟厂里请假，还要厂里开证明，又少好几天工资。钱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妈，我去厕所，你打我干嘛？哎呀，打顺手了 ，sorry。哎呀，打顺手了 ，sorry。笑你妹，你还有脸笑？你把工资捐给那个寡妇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那是好几天的工资？那寡妇穿红戴绿吃肉吃鱼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你亲闺女在乡下穿着破衣服吃糠咽菜？只许你心疼那寡妇，不许我心疼向红。儿子儿媳一听不愿意了，祝文英最是激动。老爷子，宝元都4岁了，我都不舍得带他去一趟国营饭店。你倒好，一半工资给刘寡妇用，你眼里是只有他们一家，没有我们吗？老孙头被黄老太揍了2天，一肚子愤懑无处发泄。老婆子打我就算了，你一个小辈瞎叫唤什么？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，你还管起我来了？凭什么不能管？咱们又没分家，你把钱给刘寡妇，就是乱搞男女关系。这么大年纪了，说出去好听啊。你一个儿媳妇天天盯着公公婆婆的钱，难道说出去就好听了？就没见过你这样恶毒的儿媳妇。都给我闭嘴！说接向红的事呢，谁让你俩岔开话题的 ？KO！ 耶！孙向南终于看出了点门道，顺他妈的话能得点好，逆他妈的话能吃比兜。妈，我支持接向红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哎呦，不错哦！以后打你的时候轻点。哈哈哈！这几天的饭我把钱给你们爸，让他做给你们吃。老二跟我一起下乡，老头子你照看着点玲玲，少让他妈把人带出去。我知道了。黄月娥又给剩下的人安排了活，几人才散去。老头子，向北呢？老孙头这才反应过来，老三说离家出走到现在都没回来。我去找找。你不去吗？总归饿不死，真饿到了会回家的。有你这样的妈妈，万一孩子出了什么事情呢？能出什么事？被人害了拐了，我们也找不着啊！老孙头被噎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万一被人欺负了呢？这么大孩子了，被人欺负不会往家跑。再说了，黄月娥闭上了嘴，她见到了浑身脏兮兮的老三，就站在院子里。向北，虽然嘴上说的不在意，可是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。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孙向北在外面又饿又累，憋不住哭了起来。不要你管，你不是要赶我出去吗？现在又装什么？大比都静音效果极佳，祝文英这下是一点气都没有了。婆婆见谁都打，肯定不是故意针对我。大比都一家子都尝过了，现在就剩向红了。顿时他觉得脸不疼了，眼里满是兴奋和期待。还哭吗？孙向北没有经历这2天的事，作死的推开黄月娥，哭得更大声了。这下孙向北吃大比都吃的嘴都张不开了，只能呜咽着愤怒的看着他亲妈。看我的眼神是怎么个意思？见黄老太又举起了手，孙向北怂了。妈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老头子，你去给向北做碗面条，我去整理行李，明天一早请好假就出发。妈要去哪儿？看你三姐。我三姐有什么好看的？老孙头赶紧捂住小儿子的嘴，别让你妈听见这话。孙向北这才发现，除了他妈的脸有个红印，其他人的脸都肿了。难道妈把我们全家都打了？立刻老老实实的低下头，大比都不好吃，可疼了。第2天，黄月娥一早就来到厂里请假，碰到了车间跟她要好的几个老姐妹。月娥，你家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你那个儿媳妇真是天打雷劈哦！我活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到把公婆丈夫都打一遍的女人啊！你没有受伤吧？我听说你家那个惨叫声可吓人了，要是受伤了可别心疼钱，还是要去医院看看的。面对他们的关心，黄月娥有些心虚。不是我儿媳打的，
是我气不过打的他们。哎呦，你这就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了？你这个性子我们还能不知道？要说你跟我们吵架把我们打了，那我还信；你把儿子儿媳和你男人打了，那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真是我打的。行了行了，你也别替你那个儿媳背黑锅了。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我们干活去了。黄月娥很无奈，她解释了，别人不听她也没办法。黄月娥没有墨迹，拿到证明，带着老二就出发了。火车上，孙向南后悔了，一天一夜的硬座，屁股疼了，早知道这是个苦差事，打死我都不来。一声尖叫让本来吵闹的车厢安静下来。流氓，你摸我！胡说，我好好的站在这儿。黄老太卖力的往前排 VIP 位置挤，想好好看个热闹。别看孙向南受不了了，他也快憋疯了。一路上，他跟老二面面相觑一天了，已经到了见到他的脸就烦的程度。男人见越来越多人围了过来，心虚了。你们看什么看？有你们什么事？我说没碰就是没碰，一个小姑娘没证据就污蔑我，真是没皮没脸。说着，看到了上蹿下跳的黄月娥。你这个老太太干什么这么激动？是不是也想讹我钱？你跟她是一伙的吧？你们这样的败类就该吃花生米。今天我先为民除害。黄月娥本来只是想好好的看个热闹，莫名其妙就被骂了。而且这男人好像还准备打他，脑子正猛着呢，手比脑子还快。男人刚举起手的时候，反手就是一巴掌。完了完了，打习惯了，这不是在家里，这回怕是要挨揍了。放你妈的屁，满口喷粪！今天我扇烂你的嘴！接上集，黄月娥有些怂了。你要干嘛？明明是你摸的我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？看小姑娘怯生生的，却还拉着男人的手阻止她动手。黄月娥怒了，气自己还不如一个小姑娘。你这个同志一看就不讲理，我好好的站在这吃瓜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来来来，你动我一下试试，看我能不能把你爹的棺材本讹过来。趁男人愣神的功夫，他把那个被摸的女孩拉到自己身后。有婶子在，姑娘别怕。看你长这样就不是好人，大家都看到你犯错误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怎么当我们女人好欺负啊？他口水喷溅，一会骂一会摆事实，男人一句话都插不进去，又想打人了。嘿，同志们，这流氓又想逞凶了，咱们的孩子都看着呢，我们必须制止这种不法行为，给他们立个榜样。这话一出后，好家伙，吃瓜群众全都变成了热心群众，控制住了男人，不让他欺负一个老太太。眼看局势尽在掌握，黄月娥又想起男人刚才恐吓自己的样子，气得手痒难耐，只能打出几个大笔都缓解症状。男人阴狠地盯着黄月娥，嘿，你个流氓还敢瞪我，闭眼吧你！死老太婆，我要弄死你！乘警来了，大家让让。有了黄老太打头阵，目睹男人耍流氓的乘客们也都出面作证。最后，男人被扣留押送公安局，黄月娥被广播表扬。孙向南看热闹挤不进去，只能无聊地坐着。黄月娥同志勇敢和恶势力斗争，守住了人民的尊严和底线，在此予以表扬。黄月娥同志，我妈路见不平的英雄，合着老太太在家拿我们练铁砂掌，这么快就用上了。人群稍稍散开，黄月娥带着那个姑娘来到他们座位，聊天中得知姑娘叫李秀竹，是新月公社下李家村人。黄老太立刻就拉住了她的手，我们也去李家村大队，我女儿在那边下乡好几年了，我们去看看她，她叫孙向红。听到孙向红，李秀竹也认识，不过不太熟。他们村里的女孩不太喜欢跟知青玩，知青们觉得自己有文化，不屑跟他们这些大老粗来往。他们也不喜欢知青假大空，除了嘴上厉害，干啥啥不行。一路上说说笑笑，又轮流睡了会。在腰肢僵硬前，他们终于下了车，坐上李秀竹的专车，颠了1个小时，他们终于进了村子。秀竹啊，能不能拜托你带我们去找向红啊？放心吧，婶子，向红姐现在估计还在下地挣工分呢，我这就带你们去。不一会就走到地头。婶子，你看，向红姐在那呢，马上就下工了。你们在这儿等一会，她就过来了。我先回家了，你有事就来村头东边的房子找我。好，姑娘，你赶紧回家吧。婶子，谢谢你了。黄月娥转身看着那个弯腰劳作的瘦弱女人，愣是没看出半点闺女的影子。真是我家向红！她试探性的喊道：“向红，向红！”孙向红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怎么好像听到妈的声音了？不会又中暑了，出现幻觉了吧？他直起腰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，看到2个人朝自己走来。妈，二哥！瞬间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特别想哭。好几年了，他又看见妈妈了。妈的向红啊，让妈看看，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只剩骨架子了。黄老太抓着向红的手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打着补丁的衣服，还是下乡前自己给她做的。她不敢想闺女到底受了多大的苦。妈，二哥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我一切都好，你们不用担心我的。死丫头，天天在戏里说自己好，你看看自己这副样子哪里好了呀？我就是苦下了，不然没这么瘦的。你报喜不报忧，孩子你就别哄妈了，苦下也没苦成你这个样子的。你现在这样子，恐怕风一吹就要倒了吧？看着母女情深的2人，孙向南也心疼起妹妹。向红，这地方咱不待了，我和妈带你回家。嘿，孙向红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破鞋，
正心疼的黄月娥听到有人骂闺女不乐意了，转头看到一个瘦巴巴的老太婆怒气冲冲往这边走。那鸵鸟是谁呀？他为什么骂你？是李壮的吗？鸵鸟？哦不，壮壮妈走到跟前，抬起手就要扇孙向红。黄月娥现在是铁砂掌高手，能看着这厮老太婆打她女儿？笑话！哪来的老东西？怎么随便打人？你骂我老东西，你知不知道孙向红这个骚狐狸跟我儿子谈对象呢？现在又跟这个男的卿卿我我的，居然敢绿我儿子！大家都来看啊，这骚狐狸光天化日之下就摸别的男人手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可给了彩礼了的。壮壮妈拍着大腿，自己就倒下了。哼，今天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真面目，让她赔钱，等拿到钱了去娶个村里的大屁股姑娘，不比这个瘦不拉几的知青好。黄月娥手又痒了，放你妈的屁，满口喷粪！今天我扇烂你的嘴！孙向红急了，二哥你快拉开他们啊！孙向南则面无表情地看着，他已经习惯了，他妈每天都在跟人打架。咱妈改名了，他现在叫不打不舒服司机。找死啊！还敢抹黑我家向红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打死你！接上集，壮壮妈被狂暴的黄月娥扇得嗷嗷乱叫，附近干活的人扔下工具跑来看热闹。都有，你还别说，这老娘们打架就是刺激。孙向红，做女人要自尊自爱，你彩礼都收了，怎么还跟别的男的勾勾搭搭？黄月娥正在气头上，找死啊！听到这话跳起来，直接赏个大笔兜。话这么多，你们跟这死婆娘一个性子，就是欠善。女人看热闹挨了一下，一怒之下，怒了一下，你怎么侮辱人呢？谁跟壮壮妈一个性子啊？她可是整个大队最不讲理的婆子。躺在地上的壮壮妈不高兴了，闭上你的臭嘴！外人欺负我不帮忙就算了，你们还落井下石。说着随手拉住碎嘴子女人的头发，将她拉进了战局。黄月娥被一脚踢了出来，你出局。黄月娥不忿地站起来，要重回战场，被孙向南拉回观众席。太欺负人了，他俩这是瞧不起我。妈，你别去了，让他俩打呗，你休息一下，万一有下半场呢？妈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你以前从来不打架的。李壮兴奋地挤进来看热闹，发现他妈被人压在地上打，走两步要上前帮忙，又看到孙向红拉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嘘寒问暖，怒火直冲脑门。孙向红，你有没有脑子？我妈在那边被人打，你倒好，还看上热闹了。说完举起巴掌就要打过去，孙向南立刻上前挡了一下，被结结实实扇了一巴掌。妈的，你谁呀？帮他挡车？你是不是他也男人？李壮，他是我哥。什么哥？亲哥哥吧。我妈早就说你孙向红就是个骚狐狸，果然没说错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不是他亲哥，你听不见吗？是不是想死？有，这本也打起来了。黄月娥怕儿子吃亏，也加入了战斗。妈，你回来。孙向红快疯了，他妈跟他二哥刚到大队就跟人打起来了，最后的胜利属于黄月娥母子以及那个倒霉被拉进来打架的老娘们。向红，你什么破眼光啊？找了这么个男人和婆婆，要不是妈打架厉害，咱们三个今天不得折在这儿。大队长来了，众人让开路，一个男人背着手走进来。壮壮妈挨揍了，哪位大侠干的好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大队长是这样的，孙知青的妈妈和二哥来这里找他，几人又哭又笑的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亲的。接着李婶冲出来大骂孙知青是个骚狐狸，还要打他，那人家亲妈肯定不乐意，然后两个婶子就打起来了。那他崔柳枝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看热闹，随口说了几句话，李婶气不过把站在最前面的崔婶子拉进去打了。那这位男同志怎么打起来了？李壮来看热闹，看见孙知青跟他亲哥站在一起，觉得自己被绿了，冲过去要打孙知青，然后这两位就打起来了。本来他们两边各打各的，打个几百回合都没问题，可李婶能耐人啊，非要一边跟崔婶子打一边去帮李壮。那魏婶子看儿子被打也心疼啊，最后他们5个人就打成一团了。男子说完还有些意犹未尽，队长脸都黑了。为什么这种事情要发生在我们村？为什么这种货色会在我们村？他觉得自己快死了。这次打架事件你们都有错。首先李壮家的冤枉了孙知情，你们要向他赔礼道歉。其次孙知情家人不好好解释反而动手，也需要道歉。最后崔柳枝不劝架还火上浇油卷入斗殴事件中，希望给其他人提个醒，以后少看热闹。凭什么我被打就这么算了？必须让壮壮妈给我道歉。李壮起身举起拳头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想我妈道歉？崔柳枝的3个女儿气愤地想理论，被崔柳枝挡在身后。李壮不好惹，他怕他们受伤。壮壮妈一脸骄傲，这人啊，还是得有个儿子。你崔柳枝生了3个闺女，一个顶事的都没有。李壮，你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你要是有能耐，别在我这个大队给孙知青道歉。在大队长凶狠的目光下，李壮不得不先低头道歉。对不起。壮壮妈不满地瞪了孙向红一眼，也不知道是娶个媳妇还是娶个祖宗。黄月娥一听不乐意了，我家向红跟不跟你们结婚我说了算，就你们家这德行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你们收了彩礼了还敢反悔，是不是来骗钱的？你收了人家多少彩礼？我现在当着大队长和大家伙的面还给他们。什么彩礼？我没收过啊。
你放屁！我1个礼拜前就把彩礼交给了我家大壮，你还敢撒谎？哼，哪有人这么不规矩？给彩礼不喊媒人，也不喊女方父母私下偷偷给，是彩礼太少见不得人，还是压根不给就靠一张嘴造谣啊？爷，我可足足给了50呢。哟，50块钱还足足？老娘我1个月工资就有这些了，那点钱还想娶我家向红？你是没打过我想笑死我吗？孙知青，你拿没拿李壮家的彩礼？我没拿过。你撒谎，我明明就给你了。你经常给你爸妈寄东西，是不是把钱寄过去了？我没有，我给爸妈寄的钱和东西都是村里分的，每一笔都有记录，跟我住一起的知青能做证明。我从来不花别的钱。黄老太太心疼的一抽一抽的。向红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有点好东西都寄给家里，上辈子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？人群里不知谁扯了一嗓子。我之前看到李壮去赌博了，就在咱们后山下的一个破房子。村民们一阵哗然，齐齐往后退了一步，都不想跟李壮家扯上什么关系。你们胡说，我儿子不可能去赌博的，我们家可是土生土长的大队人。孙向红才来几年，你们就都帮着他，他是不是都勾搭你们了？还有你们这些碎嘴子的老娘们，都小心点孙向红吧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把你们老爷们的魂勾走了。找死啊！还敢抹黑我家向红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打死你！青天大老爷呀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接上集，敢抹黑我家向红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打死你！壮壮妈捂着脸拉着儿子后退，这老娘们的巴掌可疼了。大队长吓了一跳，赶紧上前拦住黄月娥。不打不舒服，司机同志。安培，大妹子，你别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他刚说的话你也听到了，要是别人这么说你闺女，你能忍？谁敢这么说俺闺女，俺弄死她！我打她有毛病没？没毛病。哎，不对，大妹子，你是城里人，和她这个乡野泼妇置气，不值当，就当给我这个大队长面子，行不行？妈，队长平时很关照我的。闻言，黄月娥才放下铁砂掌。婶子，我们都知道他们家是什么样的人，孙知青是个好姑娘，我们都知道的。壮壮妈见黄月娥不闹了，又呲冷起来。咱们乡里相亲几10年，你们到底站谁那边的？我们帮你，你也要站得住理呀！你现在这么无理取闹，不是败坏我们李家村大队的名声吗？壮壮妈一屁股坐地上大哭。你们都欺负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黄月娥烦了，也累了，反正拿了就是拿了，没拿就是没拿，总不能让我家向红背黑锅。咱们慢慢说道。说完就拉着向红走了，带着向红来到国营饭店，他要让闺女吃顿好的。向红，你吃多吃点，妈你也吃，二哥也吃，没事儿，我俩不饿。咋不满意？还疼吗？妈还是关心我的，不疼。你不疼我疼，打架的时候也不知道护着我点，让老娘多挨了好几脚，疼不疼？疼。还好意思说疼？老娘好吃好喝把你养这么大个儿，还没吃窝窝头的能打。孙向南委屈的泪往肚里流。是吧？明天还有一场恶战要打。吃完饭回到屋里，黄月娥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向红，妈觉得你就算性格再软，也不可能看上那李壮。你跟妈说实话，你为什么会突然要跟他结婚？孙向红低着脑袋开始掉眼泪。说呀，你跟妈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妈，我不想嫁给他的，我被他看到了身子。什么？原来那天孙向红跟往常一样烧水洗澡，正洗着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动静，他立刻穿上衣服出去查看。李壮说已经把他看光了，不嫁给他就让整个村的人都知道，让他这辈子都嫁不出去。我以为会在村里待一辈子，现在的工作很难找，我不想让爸妈你们费心。黄月娥心疼地抱住了他。前世女儿早早的被李壮折磨死，如果上辈子我能多关心她一点，能下乡看看她，就不会有那样的悲剧发生。闺女，妈来了，你不用害怕了。他气得浑身发抖，决定明天带着公安一起去。但是他不能用向红的清白去报案，他怕这孩子钻牛角尖出不来。第二天一早，三人吃完饭就来到了公安局。黄老太酝酿下情绪。青天大老爷呀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上班的公安立刻围了过来。这大娘哭的，受到委屈了。大姐，现在可没什么大老爷了，你有什么先跟我说说吧。黄月娥哭哭啼啼地说着昨天吵架以及彩礼的事情，丝毫不提孙向红被威胁的事，只说他多可怜，没有父母在身边被人欺负等等。一旁的孙向红被亲妈的操作弄懵了，可看他哭得实在伤心，也跟着哭了起来。孙向南怕影响他们发挥，转身走到墙边，因为刚才吃得太饱，止不住的打嗝。大家一边安慰可怜的两个女人，一边同情地看向看起来很忧郁的孙向南。这个男人一定也哭了，肩膀都一抖一抖的。被请进屋子的黄月娥端着水杯的手微微发抖着，显得可怜又茫然，看得公安更气了。太欺负人了，大姐，我们陪你去看看这彩礼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黄月娥此刻也很无语，刚刚哭得太投入了，手有点发抖。
我想喝水。李家村大队办公室，大队长正跟李五叔说着他们家的破烂事。你家李壮是真混账，把彩礼输光还冤枉人家孙志清，人家父母兄弟都是工人，跟咱们这些泥腿子可不一样，说不定上头还有人呢。要是那老太婆真的闹到公社去，以后平优就没咱们大队的事儿了。队长，你想想办法，毕竟咱们可是同宗啊。咱们大队向来团结，昨天我也跟他们说了，如果公社来人，不该说的不许说。对了，昨天我让你们送点东西去各家各户，你们办了吧？办了，每户送了5个鸡蛋。那就好，看在东西的份上，咱们自己人总是帮你的。不好了，大队长不好了！咋咋呼呼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是孙志清老娘把公社的人请来了？不是公社的人就好，其他的谁来咱都不怕。是公安来了。什么？他们居然真的敢报公安？大队长来回踱步，思考了一下就要出门，被慌了神的李五叔挡住了去路。滚开！要不是你们家惹的事，咱们大队也不会被公安找上门。以后我去开会，指不定怎么被其他大队耻笑呢。看着大队长离开，李五叔慌张的神色变得阴狠起来。该死的孙小红！如果我家大壮被抓去劳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举报李壮他妈对我本人以及我的女儿孙向红造谣。接上集，队长匆忙地跑到大路上，看到村民聚在一起，两位公安在问着什么。糟了，这些碎嘴子不会乱说话吧？公安同志你们好，我是这的大队长，请问这次过来是？队长同志你好，我姓张，他姓崔，接到报案来了解情况。壮壮妈听说黄老太来了，气势汹汹就带着儿子赶了过来，被村民们挡住了视线。只听到黄老太说他们家坏话，气得大声嚷嚷：“放你娘的屁！孙向红这个骚蹄子就是收了我们家彩礼了，你们就是想骗我们家钱。”没注意村民古怪的表情。孙向红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！我明明让我家大壮给你带了50块彩礼，还用了一个他大嫂刚缝的鸳鸯小包装着，你竟然不承认！他费力地挤了进来，看到两位穿着制服的公安，一下子失声了：“你给我闭嘴！两位公安同志，村里人话粗糙，见谅见谅。”黄老太呜呜哭了起来：“我的向红啊，公安在这里他都敢这么欺负我们，以前你一个人受了多少罪呀？”好了，婶子别哭了，我们会帮你查清楚的。大队长，您先带我去会计那看看账本，我看看孙志清自己记录和大队上的是不是一致。两位跟我来。大队长在前面引路，李壮在后面被他妈拉着走，心虚的不敢抬头。突然，两位公安停住了脚步。那不是那天我们没抓到的赵家村的二赖子吗？走，跟着他。二赖子是想去后山破屋，把藏起来的钱都取出来。为了掩人耳目，特意绕了一大圈，来到陈家村。等拿到钱，老子就跑出去。天大地大，难不成还没有我的容身之处？二赖子钻进房子没一会儿，便拿着一个包裹出来了。等在门口的两个公安一把把他按倒。赵二赖子，总算抓到你了。李壮本来只是想看个热闹，见状扭头就跑，还是被二赖子一眼发现。李壮，你站住！你也经常跟我们赌博，凭什么不用被抓？壮大妈急了，你个黑心肝的劳改犯，自己被抓还要拖我儿子下水。我儿子平日里勤勤恳恳种地，哪有空跟你们赌博？我有没有胡说？你们找找看就知道了。你们昨天争执的彩礼就在这屋里面，窗户下第3块砖能移动，抽出来就看到了。李壮慌了，撒腿就跑。想跑？我同意了吗？这一巴掌蕴含着对女儿的愧疚，李壮被抽得眼冒金星，随后被追过来的崔公安抓住。你凭什么抓我儿子？他没犯罪。孙向南把鸳鸯小包拿来了，这是不是你的彩礼？公安同志，这东西肯定是二赖子偷的。我儿子他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真的不能被抓啊！人家姑娘以后怎么活啊？哼，只要你放过人家姑娘，人家姑娘指定比价给你儿子好。赵二赖子，你就是不安好心，就是想拉个垫背的，你就是个煞星，克父克母克别人，一出生没了爹，娘也开始生病，你大哥被你害得丢了工作，你大嫂被你害得跑回了娘家，你这种人生下来就应该被掐死。公安同志，这死老太婆造谣我，还传播封建迷信，你们不抓她吗？两位公安使了个眼色，掏出一个手铐，把正在骂人的壮壮妈铐住了。不是，你们怎么抓我啊？他这二赖子随便说句话你们就抓人，你们两个是跟他是一伙的吧？两个公安脸都黑了。如果你有意，可以去公安局投诉我们。说完就要带着3人离开，壮壮妈挣扎起来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没犯罪，凭什么抓我？还有孙向红，你这个臭婊子，就算我儿坐牢了，你也是我们家的媳妇，你必须去农场伺候我儿子啊！黄月娥头一次嫌弃的瞥了他一眼。啊个屁呀！你一个高中生被人欺负成这样，连个屁都崩不出来，怎么就遗传你爹的怂了？死老太婆，你自己是个劳改犯，又教出个劳改犯，现在还想拉我们家向红下水？我们家向红1没收到彩礼，2没办婚礼，3没扯证的，怎么就跟你们是一家人了？就你们家这些破事，你儿媳妇要离婚、要改嫁、要跑路，那都是情有可原。黄月娥说完这话，余光看到壮壮妈的大儿媳和二儿媳脸色变了，本来是愁眉苦脸的，现在眼神似乎有了一丝金光。
女人天生就是该伺候男人的。我看你这死婆娘看起来就是那种不贞的女人，难怪会生出孙向红这样的骚狐狸。你怕不是在外勾搭了不少男人吧？两位公安，我举报李壮他妈对我本人以及我的女儿孙向红造谣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两位公安点头。你说这位婶子勾搭别人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的话，加上你传播封建迷信思想这一行为，你的刑罚会更重。壮壮妈大惊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再说了，他不是也骂我了吗？我可没有，我只是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已，你可不要继续污蔑我。壮壮妈气急，她不敢招惹黄老太了，举起被铐住的双手，狠狠砸向一旁默不作声的李壮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要不是你非要举孙向红这个，我还不如生出来就把你掐死。呦，公安同志，你们听听，这种人就算被抓了也学不好的。丧门星不就是封建迷信吗？他还想杀儿子，杀人未遂啊！你也少说几句吧。他们眼睁睁看着壮壮妈从信心满满大骂到现在的濒临崩溃，他们看黄老太的眼神变了，这还是早上那个可怜兮兮的女人。几人被带走，孙向红的危机解除，黄月娥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大队长，我打算带向红去城里看看医生，你看他瘦的，我怕他身体不行了，你看这证明。我们整个大队这么多知青，要是今天给孙知青开出了这个证明，明天其他知青都要来开证明，这个责任谁担？都来上山下乡了，还天天有不切实际想回城的想法，到时候跑了几个，我怎么跟上面交代？大队长发了一通脾气，气哄哄的走了。哼，把我的先进大队搞没了，还想让我开证明？这我是不是把你们大队长得罪了？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。你爱个屁，还不赶紧想办法！你爱个屁，还不赶紧想办法！如果你妹子回不去，我就把你赶出我家。这不公平，你把我赶出去，我怎么活？妈，二哥，你们不要太为难了，我不回去也可以的。这几年我也习惯了，在这里能养活我自己的。黄老太止不住的流泪，女儿越这样说，她就越觉得愧疚。妈，火车上那个女孩，我记得她说大队长是她亲戚，咱们找她试试。黄老太来劲儿了。行了，老二，咱家就属你脑瓜子灵活，就是人品有点差劲儿。走，找秀竹姑娘试试去。来到村东头的房子，就看到李秀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看到黄月娥三人，她的脸上闪过一丝犹豫，还是笑着迎了上来。婶子，你来找我吗？黄月娥看到了李秀竹脸上的犹豫，可是她也没办法，现下最好的选择就是眼前这个小姑娘了。秀竹啊，你可要帮帮婶子啊！她拉着李秀竹一个劲的卖惨，不出片刻，这个单纯的姑娘就心生同情。婶子，我爹在地呢，我直接带你们去找他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。沉默了片刻，又看了看孙向红瘦弱的身体。虽然黄婶子叫来公安让我们李家村丢了脸，可如果不是他们先做了坏事，怎么会被公安带走？能在火车上对一个陌生姑娘伸出援手的人，怎么会是坏人呢？婶子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力劝他的。来到田边，黄月娥三人站在一边等候。李秀竹她爹说了好一会儿：“闺女啊，今天你要是报了他们，村里人会骂你吃里扒外的，以后还怎么嫁人？”爹，打小你就教育我做人要有良心，如果今天这事我不管，名声一样会臭掉。秀竹爹纠结了老半天，最终还是拗不过李秀竹答应了，仗着自己是队长的大哥，成功的拿到了证明。感谢后三人离开，孙向红止不住的嘴角上扬，这个场景是他之前做梦都不敢想的。妈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孙向红转头看黄老太的时候没注意前面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。对不起。对，孙向红看清眼前人神色不对劲起来，被撞的女人没说话，立刻离开，像是撞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等看清离开人的身形，黄月娥错愕了。向红，那人怎么比你还憔悴？孙向红不说话，拉着黄月娥加快脚步往村外走。闺女，你慢点，妈只顾着练手了，还没开始练腿。小妹，你怎么这么心急啊？想累死我吗？一直到离开村口一处偏僻位置，孙向红才停下来。妈，二哥对不起，我太慌张了。他道着歉，拿出手里的东西。刚才路上会碰到李家村的人，我不敢拿出来。这是什么？那个撞我的知青塞给我的。撞你的人是知青？黄月娥接过纸条打开，这是家庭住址和他家人的名字，还有救救我。向红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下乡的时候她已经嫁人了，只听说她婚后经常挨打，求助大队长和其他人就会被打得更惨。那她怎么会嫁过去？这纸条上的地址是海市的，条件怎么也比咱家好吧？应该也看不上村里人的。难道说她跟你一样被威胁了？妈，我们帮忙。黄月娥此刻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。上一世的向红是不是也跟这个姑娘一样绝望？求救无门，死在寒冷的冬天。孙向南没眼色的抱怨起来。妈，人家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有这个时间，还不如回大院帮我找找关系。我还没个正经工作呢。再说了，这家人真要是疼女儿的，早就跟你一样过来看了。何至于自己女儿被欺负成这样都不知道，比我们辛苦跑一趟，再被人骂出来，那不是白搭路费吗？
不出意外的，他得到了妈妈一个爱的大比兜。去，为啥不去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了，我怎么会把你教成这样？闺女，以后别跟你哥说大道理，直接上巴掌，瞧多有用。孙向南委屈极了，我没说错啊，凭什么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？不过虽然委屈，他好像并没有什么愤怒的情绪，可能是因为他妈公平对待所有人。想到这里，他开始用一种很诡异的眼神盯着孙向红。不知道妈什么时候请妹妹吃大比兜？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有了盼头。孙向红发现二哥笑着盯着自己，一下懵了。二哥被打不闹反笑，完了，这是出现幻觉了吧？果然身体出现问题了，等回去后找妈借点钱去看看脑子。三人来到海市纸条上的地址，看着那面无表情站岗的人不动了。我的天爷嘞！我们突然来这里，不会被他们抓起来吧？老二，你去问问情况。孙向南只好接过纸条上前说明来由。等了一会儿，忐忑不安下的三人被接进去，来到了一间办公室。三位请坐，我妹妹她还好吗？笑呵呵的表情让黄月娥忘了之前的恐慌，直接给了个白眼。你这不废话吗？好的话能给你写这张东西了？不是我说你把亲妹妹送去遭罪，你在我家我能把你抽死。孙向南傻了，完了，这下要被老妈害死了。这个女人为了方便自己倒卖军火，想让儿子住到杂物间，偏偏婆婆把杂物间分给了小姑子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接上集。完了，这下要被老妈害死了。妈，你怎么和首长说话呢？注意你的态度。首长对不起，我妈这人心直口快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男人摆了摆手，不赖事，我这个妹妹当年若不是叛逆，也不会参加上山下乡，现在倒知道来求救了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给家里写封信呢？孙向红结结巴巴把自己知道的说了出来，看男人拳头越握越紧，孙向红害怕的低着头不敢说了。感谢三位帮忙递信，我妹妹情况紧迫，你们先在这儿住下，我让人带你们玩几天，等我将人接来了再好好感谢你们。不用，我们就递个信，没什么的。家里还有点事，我们也赶着回去呢。行吧，那我让人送你们去火车站，等处理好我妹子这事，定当登门感谢。坐上火车，黄月娥越想越后怕。于知青背景这么厉害，怎么会被一个小小的村庄给拿捏住？看来这个村子的人不像表面上那么善良。那个村子都是帮自己人的，于知青几次想逃跑，都是被其他村民抓回去的，多少次都被打得体无完肤。你之前怎么不说那个村子有古怪？我不是怕你们记挂我吗？我要回不来，干嘛平白让你们为我担心？既然他们这么狠毒，为什么就同意给你开证明呢？不至于因为帮李秀竹还人情吧？或许他们是怕你们在找公安，想早点将我打发了。嗨，都回来了还想那么多干嘛？有于知青的哥哥，那个村子的恶人要倒大霉了。月哥，向红被你带回来了。皇神子，向红姐是接回来住几天，还是以后都不走了？黄老太一边笑着跟老邻居寒暄，一边拉着孙向红的手。这么多年没回来，她怕孩子不适应。去，这火车确实不是人坐的，等我们休息好了再来找你们。回到屋子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想喝口水，却发现连个热水都没有。一家子懒货，也不怕喝生水拉肚子，把自己拉死。妈，我去给你烧水。孙向红熟门熟路的开始干活，黄月娥打心底高兴。还是女孩子会心疼吗？接着又嫌弃的瞥了眼瘫坐在旁边的孙向南，没死就起来，和我一块给你妹整理房间。妈，家里哪还有空余的房间啊？你不会是打算把大哥大嫂那个放杂物的整理出来吧？向红原本的房间给你和你媳妇了，除了那边还能是哪边？要不把你们的房间腾出来？那可不行。那你废什么话？你这样，等大哥大嫂回来就该闹了。他们本来打算那个屋子给保原的。他们要是真来说，你就且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吧。傍晚，干完活的黄月娥和孙向红在客厅休息。辛苦了呀，向红，妈去做饭，你洗个澡休息去吧。饭好了妈叫你。妈，我来做饭。你这几天也累坏了。还好你回来了，你那几个哥哥嫂嫂没一个有用的，他们除了哄我的钱，就是等着我给他们洗衣做饭呢。他们一群都顶不上你一个。正说着，老大两口子怒气冲冲地走进门，祝文英记吃不记打。刚刚在门外听到黄老太踩着他们捧孙向红有点上头。小妹，不怪妈疼你，拿我祝家的东西千里迢迢把你带回来，女儿就是会心疼吗？咱们这些人哪怕这么多年陪着都是比不上的。妈，你不是说去看看吗？怎么还把人接回来呢？他不是都要结婚了吗？你们管不着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是咱们家，我们怎么就管不着了？这嫁出去的女儿哪能赖在家里？孙向红在一边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要不等我找到赚钱的营生，我就搬出去，不会影响你们。放屁！以后不走了，就住家里。他不回去了，那他乡下那个对象呢？婚是吹了，那男的不是好东西。那他住哪里？咱们房子本来就小，没有多余房间啊。就那个杂物间，刚刚收拾出来了。我不同意。不同意就滚出去，3天不打你上房揭瓦。妈，你也太不讲理了。我不讲理，那就让巴掌和你讲理。孙向南听到争吵跑过来，
就见到他妈正在狂扇大哥的脸，忍不住摸着自己的脸。大哥这是何苦啊？老二，你给我死过来！你看看你有点男人的样子吗？干一点活就躲屋里，就你累，我和你妹子不累，还把脏衣服扔给你妹子洗，你是没手没脚还是没媳妇啊？妈，我错了，明天我带向红逛街买东西补偿她。黄月娥这才满意的坐下。阿哥，我不用的，我什么都有。你什么都有，妈觉得你什么都没有。我和你大哥什么都没有，妈倒是觉得我们什么都有。孙向东赶紧把人往后面一拉。你少说2句，宝源还小，不影响你倒卖军火的。祝文英以为孙向东被他妈打服了，觉得自己男人窝囊。你怕你妈，我可不怕，我吃了亏凭什么不说话？孙向东觉得自己脸疼，脑瓜子更疼。你是不是傻？你也想被扇成我这样？你是不是傻？你也想被扇成我这样？一语惊醒的祝文英麻溜的躲到老公身后不说话了。孙向南乐了，妈说的没错，有的人啊，对他们太好，反而会让他们得寸进尺，巴掌才能保证家和万事兴。老二你脸还肿着呢，得意个啥？对了吗？我媳妇儿下午回来过吗？孙向南这才发现媳妇闺女没在家，弟妹好几天没回来了，你们刚走，她就带着宁宁去她娘家了。你爸干什么吃的？我特意交代让他看好玲玲。我爸难了，可我们得上班吧？等我们下班回来，人就不见了。妈，这事不怪爸，我去把他抓回来。老孙，你儿媳妇出事了，你在门口干嘛呢？谁？屋里听得不真切，孙向南赶紧跑出去。你说谁出事了？你们回来了，向南你媳妇出事了，正在医院呢，赶紧过去吧。走走走，赶紧去医院。月娥呀，我去不去啊？你喜欢在门口待着，就站那当石狮子看门吧。医院内，董春苗惨白着脸，抚摸着肚子。他期盼了那么久的儿子，就这么没了。你男人也太不是东西了，怀着孕不给吃好，还让干那么重的活。董春苗更害怕了。妈，怎么办？向南回来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春苗啊，你现在是病人，医院这么多人看着，他孙家人不敢动你的。娘让你哥嫂和你爸先回去了，我在这儿等你婆家来人。我们来得及没带钱，医院还欠着费呢。我闺女可怜啊，让他们给你炖鸡汤好好补补。孙向南来的时候，先是被护士站的人拉着缴费，然后又被医生痛斥了一番，来到病房就爆发了。董春苗，你之前怎么答应我的？你现在又是在做什么？我答应你了，我没去帮忙，我就是去看看我亲爸亲妈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孙向南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。我真的没帮忙。董春苗母亲在一边坐立不安。女婿，这我就是想春苗了，让他回去住几天，真的没帮忙，家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他转头就跑了，生怕自己被打。没干活，你手上这大口子是怎么来的？不小心碰到的，我都发誓过了，我不可能再帮他们的。你知道我最怕断子绝孙的。你是怕你董家断子绝孙，不是怕我断子绝孙吧？不是的，你知道我做梦都想要儿子的。那儿子呢？家里的活我妈都包了，老子赚的钱也都给你了，你给我弄个营养不良，劳累过度。董春苗自知理亏，低着头不吱声。孙向南想起他老丈人的一家子就烦。路上黄月娥一再交代，医院人多不要闹事，他答应了。可是他真的咽不下这口气。董春苗流产是你们董家害的，坐小月子你们董家人也得陪着。既然你们不主动来，我就让你们不得不来。春苗，玲玲呢？我被送医时挺急的，没注意她，可能在我娘家吧。我现在就去找。孙向南最不放心的就是玲玲待在他外婆家，他们家根本不把女孩当人看的。阿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黄月娥气愤地盯着董春苗，蠢货，自己的骨肉不疼去疼别人的孩子。这么多年了，还看不清你那娘家就是吸血的虫，还非要巴巴的贴上去。举起的巴掌终究还是没落下，毕竟董春苗现在是个病人。孙向南骑车带着向红沿路找着，在接近董春苗娘家村子的时候，发现了孩子。玲玲，是玲玲吗？爸爸。玲玲哭着扑进孙向南怀里，委屈坏了。孙向红拿着手帕给她擦脸上的泪珠和汗水。玲玲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玲玲瞧着有些陌生的女子，想了一会才想起这是她姑姑。姑姑，玲玲不怕，咱们回家。路上，玲玲断断续续地说着这几天发生的事。董春苗这个该死的知道自己发了誓，怕董家真的遭报应断子绝孙，他自己不敢给董家干活，就指使一个几岁的孩子干。玲玲一偷懒他就骂，比周扒皮还狠，吃没吃好，干活又多。玲玲一个小孩子哪里受得了，就哭着想回家。董春苗就打他，结果打的时候脚下没站稳，然后他就摔倒流产了。他们将人往医院送，压根没人管还在地里的玲玲。玲玲走到外婆家，董春苗的两个侄子说他是扫把星，不让他进门。他只好按照记忆里的路线沿路走出来。爸爸，我再也不要去外婆家了，你能不能帮我跟妈妈说一下，让她不要拽我去了？我真的不想去，这次我也说了不想去的，可是妈妈又是把我拉走了。好了，姑姑在呢，以后你就跟姑姑一起，咱们以后都不去了。放心，爸爸会解决的，让姑姑带你回家好不好？爸爸去办点事。爸
爸爸你也早点回家。二哥你可别冲动。放心吧，你快带着玲玲回家吧，孩子饿坏了。看着两人离开，孙向南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。欺负我闺女，你们董家完了。老公，我求求你了。接上集，第二天家里人都上班去了，孙向红带着2个孩子给董春苗送饭。哎，护士，这床的病人呢？他家人出事了，他在那个病房呢。病房内，董春苗拖着自己刚流产的身体，惨白着脸给他哥哥打水洗脸。孙向红看呆了，昨天晚上二嫂肚子疼腿软，连床都下不了，怎么今天就能提热水伺候人了？妈，董春苗回头立刻恶狠狠起来，你这个丧门星还有脸来，害死了你弟弟，又害得你舅舅们被打成这样，你还不如去死啊！玲玲吓得红了眼睛，躲到孙向红身后。二嫂，我们来给你送饭。董春苗走过来接过饭盒，就1份，妈给你装的，当然就1份。我哥哥也要吃饭啊，你再去买2份，让玲玲留下帮我忙。玲玲还是个小孩子，昨天差点就发烧了，恐怕不能帮你。你爸妈呢？他们怎么不过来？董春苗不耐烦起来，地里还有活呢。孙玲玲这个懒坯子昨天跑回家，今天没人干活了，他们不在家干活，一家子喝西北风啊。那不是还有你嫂子吗？她也要干活啊，谁跟你们家似的全是工人，说请假就请假啊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给我买饭。玲玲你站在那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看我累死？玲玲抬头看着孙向红，眼里满是抗拒。我要带玲玲去找二哥，她不能留下来。嘿，她是我生的，我让她留下来，她就得留下来。那你跟二哥去说，跟我说没用，我做不了主。董春苗不吱声了，他看见孙向南来了，带着一身的酒味。爸爸，跟姑姑回家，这里有爸爸呢。孙向红转身就拉着孩子走了，董春苗呼吸都重了几分，他男人此时的脸色比昨天晚上还可怕。我哥不知道得罪了谁，被人打断了好几根肋骨，没人照顾我才来的。哦，是这样啊，你们家除了你和这个废物，其他人都死绝了，那可真是老天有眼。向南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想知道他得罪谁了吗？谁？他们得罪我了。话音刚落，董春苗就看到他妈他爸，一个被打断了手，一个被打断了腿，出现在了病房外。爸妈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也不知道哪个天杀的要跟咱们家过不去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孙向南，是你。这下好了，一家人就应该整整齐齐的。我去护士站说一声，把你们关到一个病房，方便你照顾。他顿了顿，像是又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我那2个好大只呢，怎么把他们漏下了？董春苗吓坏了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，向南，我求求你了。什么不行？我听不懂，就像你听不懂我之前让你发的誓一样。春苗，你赶紧把你爸扶到床上，我们这回可遭大罪了。董春苗还沉浸在恐慌中，本就虚弱的身体终于承受不了，晕了过去。没用的东西，女婿，你看我们家没一个有用的，能不能帮忙把你爸弄到床上去？孙向南似笑非笑，答非所问。你说你们董家会不会真的断子绝孙啊？这下董春苗父母将这些坏事都怪到了女儿头上。这个丧门星，没有他我们哪会有这些无妄之灾？医院的钱就该他来出，还必须赔偿。别躺地上装死，赶紧给我起来！看着丈母娘愤怒地踢了董春苗一脚后，孙向南满意地离开了。爱戴，女婿，我们还欠费呢。沙比，你们的死活关我什么事？傍晚，孙家人陆陆续续下班回来。春苗还好吧？虽说看不上他，可总归还是他们家的人。爸妈，我想离婚。离婚？对，我跟他过不下去了。这说出去多丢人呢，到时候大家都会来看我们笑话的。现在我们的笑话也不少，你看玲玲这么小的孩子，3天2头被拉去干活，就伤天性上，再不离婚，我怕玲玲。老婆子你怎么想的？黄月娥撇嘴，上辈子也有这个事情。她被这老孙子当枪使，她要死要活的反对，用孝道压制住了老二没有离婚，后来老二就怪到她头上，所以这辈子她绝不会参与这破事。别问我，日子是他们2个过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怎么是他们2个过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他要是离了婚，我以后上班怎么抬得起头来？我的脸往哪里放？是他离婚，又不是你离婚，你怎么就没脸了？向红走，妈去给你做件衣服，过2天就要面试了，你那几件衣服破成什么样了？黄月娥火速把孙向红拉出战场。妈，你之前还给了我1块布，不用买。买什么买？供销社都关门了，怎么买？咱们不要去掺和你哥嫂的破事，到时候里外不是人。一顿饭不欢而散，孙向南准备出门去看看董春苗，发现他自己跑回来了。出院了。向南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爸妈、我哥他们在医院没钱缴费，不交的话，他们就要被赶出去了。我没钱，我还欠了别人钱。再说了，他们不是都已经做过手术了吗？回家里养着就行。不行啊，家里哪有在医院方便啊？再让他们多住几天，最多半个月，我再让他们回家好不好？老公，我求求你了。董春苗这张脸就是好看，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孙向南差点就心软了。我没钱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董春苗觉得他男人心太狠，明明这次他们家的祸事都是因为他都这么求了，可他就好像把人当笑话看一样。
行，孙向南，你别后悔。戴维，你这个狗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除了弄人一身臭口水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接上集，多大人了还锁门？赶紧给我打开！又拍了2下，黄月娥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。老二要离婚，你朝他发脾气啊？把气撒我身上干什么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赶紧把门打开！死老头，你听到没？行，你能耐，拿我的话当放屁是吧？黄月娥径直走到墙角，拿起一把很久没用过的砍柴刀。老娘先劈了这个门，然后再劈了你个老孙子！孙向红赶忙阻止：“妈妈，爸锁门就随他吧，你跟我睡，别给自己气坏了。”黄月娥一把推开孙向红：“你自己回去睡觉！你爸那狗东西这是给我脸色看呢，真当我怕他吗？”他举起柴刀，没有丝毫犹豫地劈向了卧室门。年份已久的木门随着这一劈，从中间裂开了一点。屋内的老孙头吓得心脏突突跳。他刚才贴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，没想到黄月娥真这么虎，直接劈了过来。阿弥豆腐，差点就去见爹妈了。黄月娥，你疯了！来，你再给我锁门试试，你再锁呀！老孙头怕这老太婆再给门来一下，只好打开了锁。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啊？孙向东闻声跑了过来。妈怎么拿起刀来了？善比都已经满足不了他了吗？妈有话好好说，杀人是犯法的。老孙头心里苦啊，我就是发点小脾气做个门。以前你不也经常这么使小性子的吗？怎么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？黄月娥一脚踢开劝和的老大，一脚踹开门走进屋内。黄月娥，你站住！我错了，我不该锁门的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把脾气发到你头上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看到孙向南站在门口，老孙头起身跑过去，对着还没完全醒神的老二就是一个大比兜。爸，你干嘛打我？你个小白眼狼！我跟你妈因为你的事情吵起来，你居然还睡得着？我离婚，你们吵什么？为你操心啊！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又挨了一巴掌，孙向南倔脾气也上来了。我有什么好操心的？我有董春苗那种媳妇，我才要短命呢。你离婚以后，我和你妈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打住！我可没有，我堂堂正正做人，有什么抬不起头的？老婆子，你怎么能？看黄月娥瞪眼，老孙头又怂得不敢说了。反正不能离。我妈都同意了，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你怎么比我妈还牛呢？我没同意，也没不同意，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。反正是你媳妇，不跟我过一辈子的，我可不愿意做那种惹人嫌的老太太，天天控制着你们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就是那种惹人嫌的老头了？你遭不遭人嫌弃还用我说？你难道自己不知道？老大老二，你们滚回去睡觉，我又不可能真把你爸杀了。还有向红，你也回去睡觉。哦，好吧。屋外的老孙头很愤怒，老伴跟我抬杠，儿子跟我顶嘴，我可是一家之主，哪有一家之主活得这么窝囊的？想着他便想冲进屋跟黄老太掰扯，然后他发现他被锁在外面了。他不能跟黄老太那样劈门，一是心疼钱，二呢他不敢。老孙头心里比吃了黄连还苦，勉强去跟刚挨了他巴掌的老二睡了一晚上，这下可苦了孙向南了，呼噜声直刺脑门，一晚上都没睡好。天蒙蒙亮，他就起床来到院子。孙向北蹑手蹑脚的回来了，看到孙向南露出一副便秘的模样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怪怪的？孙向北犹豫了一下，大哥，我二嫂在家吧？没有啊，她在医院。孙向北一下急了，医院？哪个医院？就咱家附近那个。怎么了？孙向北绝望了，他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那个大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我没看清楚，我不能保证是二嫂，就是。”好好说话，有什么话说不出口。我昨天晚上在医院看到二嫂了，她被人追着打，说她勾引人家男人，被当场捉奸了。他说完就觉得自己快死了。二哥会气疯吧？没有男人能忍受自己头顶被戴绿帽子。他赶紧补充道：“我不保证是他，有可能是我看错了。对，肯定是我看错了。二嫂胆子那么小，不可能做这种事的。”孙向南想到了董春苗找他要钱的场景，所以他为了报复我出轨了。本来还没想好怎么离婚呢，现在好了。孙向北被孙向南的笑下了一身冷汗。爸妈，你们快出来，二哥疯了！你想嚷嚷什么？大二嫂好像给我二哥戴绿帽子了，还被人捉奸在床。老孙头当场眼前一黑，你在胡说，我打死你！我没胡说，我在医院看到了，他们打得可激烈了，二嫂头发都被扯下来一大片。老孙头举起的手都哆嗦起来。你确定？当然。他想起了他可怜的绿帽子二哥，不敢将话说得太满。不是很确定，可能我看错了。没确定的是你竟然胡咧咧，我还是打死你算了。Help me！ 做人好难啊！这么大动静，一家人陆陆续续起床了。黄月刚出门，孙向北就扑了过来。妈救命！我爸要打死我，就因为我发现二嫂跟别的男人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医院里，董春苗被堵在病房里，医院保安科的人拦着不让其他人进去打他。董春苗的出轨对象叫戴伟，此刻两人一起躲在病房里。
外面带了一群人，要打他们的是戴伟的媳妇。小娼妇，你就这么守不住寂寞，就那么点时间就要勾搭男人？戴维，你这个狗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除了弄人一身臭口水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就这样，你还要出去找别人？那小娼妇知不知道你不行？我现在就去举报你们搞破鞋，你们就等着被游街吧！戴伟慌了，都怪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对这个贱女人迷住了眼睛。要是真进了革委会，不死也要脱层皮吧。想到这，他抓着董春苗的头发将人带了出去。好啊，你还敢出来？大哥、堂哥、表叔、表舅，给我打！